振翅高飞，昼伏夜出，神秘的暗夜精灵在洞穴里蠢蠢欲动。夕阳西下，阳光渐弱，每到了这个时刻，就是蝙蝠出动的时候。但抬头看看天空，以往傍晚时分都会盘旋在空中的身影，仿佛消失不见。这些蝙蝠到底去哪了？曾经提到，就是说像北滨那边的折翅鹕的一个洞穴里面，可能会从30万慢慢掉到20几万只，可能少了快一半。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一种警讯。他们想要告诉人类什么？全世界大概1200-300种蝙蝠里面，大概有1/4的种类呢，大概都是面临到这些所谓的生存危机的问题。蝙蝠生存面临着威胁，一场生存之战已经开打，但敌人是谁？谜底正一步一步揭晓。来到位在新北市瑞芳的蝙蝠洞，数以万计的蝙蝠倾巢而出，天空中顿时一片漆黑。这里是台湾最大的折翅蝠繁殖地，每年端午节过后就是蝙蝠活动的季节。到了傍晚时分，成群结队的蝙蝠就会飞出洞穴觅食，场面壮观。但是近几年，这样的画面越来越难看得到，蝙蝠们消失无踪。有时候在那种过境期的时候，我也曾经看过，大概就是几千只这样从我头顶这样飞过去。很小的时候，常常都有这种画面。可是我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大概是在高中、大学那时候的印象，好像再也没有在我家附近看过这种景象。蝙蝠数量锐减，速度快得惊人。2004年，在瑞芳的蝙蝠洞里，还住了超过70万只的折翅蝠，之后却是逐年递减。2015年减为50万只，2006年40万只，2007年剩下不到一半。到了2014年，更是掉到20万只。单一个洞穴在10年之间，就有近50万只的蝙蝠人间蒸发。在做追踪调查的一些研究人员，他们的感觉都认为说，其实现在在蝙蝠洞里面的数量其实都有在减少的趋势，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就大家比较感觉到担忧的地方。是什么原因造成蝙蝠数量骤减？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危机？研究蝙蝠20多年的吴忠信教授，就带领着节目团队来到位在东部花莲池南附近的黄金蝙蝠洞，一起找寻答案。OK， 我们就往里面走。来，绿色藤蔓攀附在日治时期打造的防空洞口，闲置已久的军事用地成了蝙蝠的秘密基地。一踏进洞穴中，迎面而来的是一片漆黑和死寂。前方会有什么样的奇景，让我们解开蝙蝠的消失之谜，令人期待。这个地方其实原本应该有一些蝙蝠会在这里，就是说它会在这里聚集，因为它这一区是一个所谓的蝙蝠的粪便。这个应该还也不少，应该都有，而且它的粪便也其实量也都还算蛮新鲜的。不一会儿功夫，马上看到地上一大片蝙蝠的排遗，这些就是蝙蝠居住过的证据。再往里头走，果然发现了正在熟睡中的蝙蝠。这里有一些提鼻蝠啊，在这里小心一点，你看它天气冷，就好几只都抱在一起的，它们就现在正在休息当中。我们探访的这一天是蝙蝠的冬眠期，
刚好碰上冷气团来袭，天气又湿又冷，成群蝙蝠抱在一起，倒吊在岩石上取暖休息，看似没什么动静，其实早在我们踏进蝙蝠洞的那一刻，蝙蝠就已经在侦测周遭的环境。它的声音，听到它的发的声音其实还蛮尖锐的。那这是一个蝙蝠侦测器。一旦我把这个侦测器关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都没有声音，其实它正在发超声波。透过发出超声波来观察到访者的意图，一旦发现有异状，马上张开翅膀，36计走为上策。它在飞，它其实它也是担心我们会对它有一些攻击或怎样，所以它也是在做一个侦测的工作。它等于在看我们这里到底这些人对它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些动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中，要怎么侦测入侵者和环境，靠的就是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这超声遇到的，不管是遇到障碍物或者遇到的这些它的猎物，它的声音会弹回来。那它的耳朵，这个耳朵它是耳朵蛮大的，所以你发现这耳朵的比例在蝙蝠的身上是很大的。它就利用这个耳朵来收集这些所谓的声波。那声波它就会做判断，就是前面到底有没有回声回来。回声定位系统包含了发声、听觉与导向3大系统。蝙蝠回声定位时，会利用喉头肌肉快速收缩，产生高频率的超声波，用嘴巴或鼻子发出。当超声波碰到前面的物体会反射，这时蝙蝠的耳朵就可以接收讯息，并且判断前方物体的位置。透过听觉神经系统，还可以精确侦测猎物的所在位置、移动方向、速度快慢、体型大小。为什么他知道它是虫子呢？因为虫子通常在飞的时候都会拍翅膀，这拍翅膀回来的回声里面就会有那个翅膀拍翅的那个讯号，会含在那个回声里面，所以他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虫子，所以他就会开始去追踪它，然后它声音会越发越快。对于用耳朵来看世界的蝙蝠来说，回声定位系统就是它们生存下去的关键功能。但是，长期研究蝙蝠的吴忠信教授却发现，很多蝙蝠出现迷航的情况。研究团队持续追查。跟着研究团队，我们来到位在花莲丰滨乡的天然钟乳石洞穴。月洞是台湾蝙蝠多样性最高的栖息地，数量全年稳定。洞穴顶端栖息成千上万的蝙蝠，增添神秘气氛。在这里更发现保育类的台湾无尾叶壁蝠。其实通常它的好像也是东部这边比较发现得到，其他地方看到的机会都很少。所以这个地方算是蛮特别的。全台数量稀少的台湾无尾叶壁蝠，只有在东部地区才看得到，究竟是为什么？研究团队采集各地的蝙蝠排遗，试图解开蝙蝠迷航的谜团。蝙蝠的粪便再带回去做分析。那如果这蝙蝠的粪便里面如果有一些重金属啊，或者是有一些农作物的里面的像农药、杀虫剂啊，它可能会透过食物会进入到蝙蝠的体内。经过分析之后，答案呼之欲出。台湾它本身是一个工业发展非常快速。然后现在因为是精致农业，又是大量的很多，为了要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农作，所以是大量使用了很多杀虫剂跟农药。原来造成蝙蝠迷航的关键就在环境当中。
农民喷洒的农药成了蝙蝠杀手。它在喷洒这过程当中，它就会有还是很多的昆虫会飞翔在，会去吃到这些，它就因为吃了这些之后又被它吃进去，所以间接的就会造成这些蝙蝠它就会因为摄取了这些有害的环境毒物，它就受到了一些伤害。这样，从蝙蝠的粪便中更可以发现，北中南的环境污染物大不相同。北部蝙蝠的粪便铅含量平均超过4 ppm， 汞0.32 ppm， 铬更是有9.61 ppm。其他重金属铜及锰都严重过量，可能与工业与交通排气造成的环境污染有关。东部地区蝙蝠粪便中含有过多的重金属锰，中部以及南部的蝙蝠粪便则是含有过量的砷、锰以及农药残存。其中被广泛使用的异达胺就是主要凶手。异达胺属于水溶性的杀虫剂，半衰期长，原本宣称主要损害昆虫的神经系统及免疫系统，对哺乳动物毒性很低。但在2016年被美国环保署证实，对蜂群造成死亡威胁。因为异达胺伤害的是蜂蜜脑内的神经传导物质乙烯胆碱，但这类神经传导物质不止蜜蜂有，蝙蝠也有。一旦摄取过多含有异达胺的昆虫，就算是身为哺乳类动物的蝙蝠，也会遭受相同命运。因为这种环境毒物造成一些神经细胞死亡。然后这神经细胞死亡，当然如果这个死亡的位置是在记忆学习的地方，它可能就忘记它可能回家的路径。把它绑在蝙蝠的脖子上面，那我们就让蝙蝠在一个空间里面去飞行，我们就可以在电脑里面再去重建它的3D 的一个飞行轨迹。透过监控超音波扫描图以及飞行追踪装置记录，在蝙蝠身上装设的 LED 灯显示出，长期暴露在遭受农药和重金属污染环境中的蝙蝠，飞行路径变得很混乱，毫无规律性。我们观察到它被农药污染的这只蝙蝠个体，它的飞行轨迹的就会有比较不规律，可能是发声出问题、听觉出问题，或者是根本就从脑里面就已经发生一些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在野外可能会造成一些在他们可能抓虫啊，可能回家啊，都会出现部分的一些状况。协助定位的海马回和负责导航的内嗅皮质出现问题，进而导致蝙蝠迷航回不了家。不仅如此，发声系统也遭受严重损害。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器，它可以做降频的一个处理。那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放到电脑里面，直接去分析它的一个图谱。像神经元，它要表现，它会透过一些表现蛋白。那有些是跟讲话有关的一些基因的表现蛋白，我们像有时叫 FOXP2， 这基因是要控制讲话的。那所以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农药或者是重金属确实会造成它这个发声的这个基因的表现变得很差。这种台湾叶鼻蝠，它的声音是一个长平音加一个变频的声音，那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那如果今天被农药污染的这个蝙蝠，就是这叶鼻蝠，它的长平音还在，但是它的变频这个声音就有一点 lost 掉了。受到农药污染的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声谱变得五音不全，造成侦测物体出现落差，不但没办法闪避障碍物，甚至还丧失捕捉昆虫的基本生存能力。不仅如此，就连听力系统也难逃被摧毁的命运。那正常的蝙蝠的话，在声音只有30分贝的时候，它就可以有一点点讯号。
但是如果今天是农药污染的蝙蝠的话，我们声音要放到100多分贝，它才开始有听得到的一个电流出现。透过实验更能清楚看到，褐色的部分就是位在蝙蝠中脑下丘中的听觉基因蛋白质和传递音波的外毛细胞。因为农药的危害，造成细胞凋亡，渐渐丧失功能。中脑下丘是蝙蝠听觉神经路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负责处理听觉信息。利用这些回声的特性，精准定位出目标，是蝙蝠赖以为生的功能之一。但要是遭到农药污染，听觉、发声系统双双受损，蝙蝠就像被断了手脚的人类，只能等待生命尽头的来临。那这些伤害一旦形成的时候，这只蝙蝠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吃虫，没办法正常的抓到食物，它可能就会很快的就会饿死，它就会在环境当中的数量就不断的减少。除了农药、重金属等环境污染，栖地遭到破坏，造成绿地减少，导致台湾蝙蝠数量大幅减少。如果人类再不警觉，下一步可能就得面临灭绝命运。它是最天然的一个杀虫剂，那基本上有超过70%以上的蝙蝠，它都是吃这些就是飞虫。那这些飞虫里面很多是我们讨厌的这些害虫。有些蝙蝠会帮香蕉授粉，那如果这些蝙蝠都不在的时候，可能未来可能这些水果可能它也没办法结果，所以这会产生一连串很多的问题。一旦蝙蝠消失，多种水果将会跟着不见，少了它们消灭害虫、登革热和疟疾发生几率也将提高。种因得果，最后受害的还是人类自己。这场生存之战，无人能避免。